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云记独家秘制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只要10文钱一碗，还倒贴大米饭哦。小丫头，你这锅里炖的是什么稀世珍兽？稀世珍兽算不上，这是最新鲜的猪肉。什么？猪肉？那种低等的秽物，有辱斯文，简直有辱斯文！我还以为是什么名贵食材。只要你们吃一口，它就会在舌尖上瞬间融化，这叫入口即化，懂不懂？呸！任你吹得天花乱坠，秽物就是秽物。吃了这等秽物，传出去我这辈子别想在士林前抬起头了。散了，一家子疯子！散了，真晦气！走，差点坏了名声。完了，全完了。老爷，我就说古人有大病了，那么香的肉，他们居然嫌弃，这可是咱们全家最后的10个团板买来的。邪了门了！咱们云记上个月卖炸鸡排、卖凉菜的时候，他们天天排队排到隔壁街。我哥卖个破奶茶，镇上的千金小姐恨不得把门槛踏破。今天怎么就翻车了呢？还不是对面那个杀千刀的聚财楼！这是哪儿啊？这肯定是景区搞活动，咱没花钱就混起来了，赚大了。哎呦，这布景真逼真！这应该就是大型实景剧本杀。你看前面那几个 NPC。金无畏抓人，速闪避！哇，这气势可以啊！哎呦，这演的也太拼了，兄弟，领盒饭了，今年的最佳群演非你莫属啊！是真的，这出人命了！杀人！这怎么还玩真的？这怎么真死了？我要找派出所，派出所在什么地方？出人命了，咱得报案啊！这难道不是剧本杀吗？这不是个游戏吗？这……疼！干啥啊你？这不是梦，我们不会是穿越了吧？有没有人啊？我们要报案！派出所在哪儿？爸，别喊了。你看看这街上，有电线杆吗？有路灯吗？咱们是真的穿越了。那怎么办？咱们身上连1毛钱都没有，吃什么住什么？爸妈哥，你们哭也哭了，喊也喊了，现在听我说一句，我们回不去了。穿越这种事，我在小说里看过800回了，能穿过来就说明有办法活。怎么活？要饭？我们要饭，谁给？你看看这街上的乞丐，比我们专业多了，他们有地盘有组织，我们连讨饭的碗都没有。那你说怎么办？用我们的脑子活。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掌握的知识，在这个时代就是金手指。炊饼，热腾腾的炊饼。蒸煮炖烤，没有炒菜，没有炸物，连凉拌菜都没见到。他们的调味品好像很单调，就是盐酱醋。这个世界就是一张白纸，我们的机会来了。这是我初步的想法，我们的目标，开一家饭馆。开饭馆？拿什么开？咱们现在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启动资金我有办法，关键是卖什么。我刚才观察到，这个时代的吃东西很单调，连炒菜都没有，油炸食品更是空白。你是说把我们那个时代的小吃翻过来？没错，凉皮、炸鸡排、奶茶，成本低、利润高，口味有碾压性优势。只要我们做出来，绝对能在最短时间内打响。可是这些东西我只会吃，不会做啊。妈，我会。我刷了6年的美食博主视频，没有一个配方我记不住。但是我们现在1分钱都没有，面粉在哪儿？鸡肉在哪儿？油在哪儿？你们看这个。昨天在街上，我看到有人在卖西域琉璃珠，1颗就要5两银子。
琉璃珠哪有我这个东西像宝贝？哥，你就是天才！那这个呢？昨天在街上打火点烟的时候，旁边那个老头看我的眼神跟见了神仙似的。这个呢？塑料的，他们总没见过吧？够了，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就是奇珍异宝。此物是何材质？非玉非瓷，却光洁如镜。此乃西域密宗高僧加持过的日月轮盘，以天外云铁混合昆仑琉璃炼制而成。你摸着温度，可有金石之寒？没有吧？这是活物。此物呢？掌心火莲，一按生火，不用火石，不用火折。老先生，你见过吗？这是法术。是不是法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东西全天下只有这一个。还有这个墨玉如意簪，比翡翠轻，比白玉刃，摔不碎，折不断，宫里的娘娘都没见过。3样东西，我出10两。老先生，您不老实，光是那块日月轮盘拿到京城，至少能让您翻10倍。50两，不议价。30两，40两，最后报价，不成我们换一家。等等，40两成交。闺女，你说的凉皮真的能从这面里洗出来？相信我妈，面粉里的淀粉和面筋可以分离。淀粉做凉皮，面筋切块当配菜。这道菜的牛逼之处在于这个时代的人连面筋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咱们现在跟搞化学实验似的？就是化学实验。做菜的本质就是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咱们现代人做菜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我们理解了原理，而不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成了！尝尝，这是咱们在这个世界做的第一道菜。这是咱们那边摊上的味道。是家门口那个魏家凉皮的味道，一模一样。闺女，把戏给了，咱们就开饭馆。闺女，明天开张，咱们卖什么？先卖凉皮和炸鸡排，成本低，出餐快，味道冲击力强。等打出名气了，再让我哥上奶茶。奶茶？我？不然呢？你的脸就是咱们店的招牌。我观察过了，这个时代的小姐们就喜欢这种落魄贵公子类型。你这是要让我出卖色相？当然，这叫资源合理配置。你的脸是咱们家目前第2值钱的资产。第1值钱的是什么？我的知识储备。好了，都别坐着了。妈，把剩下的面团揉出来。爸，把明天要用的柴劈了。哥，你去街上发传单，不，去人多的地方多转几圈，把你那张脸展示展示。既然老天爷把我们扔到了这里，那就让他看看现代人是怎么在古代做生意。新店开业，独家秘制凉皮，不好吃不要钱。凉皮？啥玩意儿？免费试吃，不好吃你打我。兄弟们快来，这东西绝了！绝了，太绝了！小生寒窗苦读10年，从未吃过如此外酥里嫩的神仙美味，这肉竟然会爆汁！
这面条为何如此弹牙？这酸辣味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掌柜的，再给我来3大碗。这位公子，你这锅里煮的黑乎乎的是何物？为何有一股奇特的焦甜香气？林小姐，此乃焦糖牛乳茶，红茶配白糖，干炒加热。这在科学上叫焦糖化反应，能彻底激发茶的醇香和糖的焦香，去除单黏的涩味。牛奶中的乳脂肪与焦糖茶汤完美乳化，就像这世间的美好相遇。人生虽苦，但这杯茶是甜的。不知林小姐可愿赏脸一试？买，给我来10杯不？明天我还要来。老云，咱们发了！今天一天净赚50两白银，这古代人的钱也太好赚了吧！老妹儿，你看。炸鸡排、凉皮，聚财楼的人又抄袭了咱们的菜谱，而且价格比咱们低了1倍，怪不得今天咱们店里连个鬼影都没有，太过分了！既然他们不要脸搞抄袭，那咱们也决定抄回去。爸，照着他们的招牌菜做。爸，这啥？一个比一个难吃。看来咱们是高估了你爸的传统手艺。哥，咱们的饭馆之所以每次都输，是因为聚财楼家大业大，亏得起。只要耗到咱们做不下去，他们就赢了。那咋办？食材成本摆在这儿啊，所以我们要从食材上入手。我听说本朝的人嫌猪肉骚，都不喜欢吃猪肉。对呀，猪肉价格极其低廉，我们就用猪肉做新菜，绝对能把成本压得极低。可是很多人都不吃啊，觉得猪肉有一股味道。这个问题对咱们现代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爸，上灶。是啊，太好赚了，好赚到连对面的狗都眼红了。哟，云掌柜，今天又在门口喝西北风呢？哎呀，真不好意思，现在全镇人都知道我们聚财楼的酥炸鸡和白玉面味道跟你们一模一样，但价格却只有你们的1半儿。姓钱的，你那叫一模一样？你那炸鸡排是用温油泡出来的，吸满了劣质大豆油，跟吃肥皂有什么区别？你那凉皮根本没洗面，就是一滩死面糊糊。你这是恶意倾销，味道差一点又如何？这帮泥腿子懂什么叫美食？他们只认便宜。我亏本卖3天，就能把你们这破店彻底熬死。现在倒好，你们连鸡肉和面粉都买不起了，居然沦落到一卖最下贱的猪肉！哈哈哈！云记饭馆马上就要变成云记猪圈喽！哈哈哈哈哈！他在玩资本碾压，抄袭我们的形式，用劣质材料打价格战。抢占下沉市场，那咱们怎么办？这红烧肉虽然做得香，但这帮古人宁可吃对面那吸满油的毒海绵，也不愿意吃这被贴了贱物标签的猪肉啊！观念是可以被操控的，底层百姓怕吃猪肉掉价，但如果站在大朝国鄙视链顶端的人，都把吃猪肉当成一种高雅的时尚呢？闺女，你的意思是？哥，对面既然不要脸，咱们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今天下午，县令千金林如雪要在翠微亭办赏菊诗会，你懂的，发挥你魅力的时候到了。儿子，咱们家能不能熬过去，全靠你这张脸了，千万别掉链子妈，啊！放心，对付这群深闺里的古代名媛，我连副稿都不用打。年年赏菊，年年都是这几首陈词滥调，
这清水镇的才子真是一个比一个迂腐无趣。林小姐所言极是，不过昨日镇上倒是出了一桩奇闻，那破落户云家被对面的聚财楼抢了生意，居然沦落到当街熬煮下贱的猪肉，简直是有辱斯文，臭不可闻。这等粗鄙之人，活该关门大吉。我和你最天生一对，没有你这位公子是？大胆！你一个满身铜咒、卖猪肉的下等人，也敢擅闯县令千金的诗会！来人，把他乱棍打出去！你就是那个卖猪肉的云家人？你可这是什么地方？岂是你这等身份能来的？我本以为能办出这等雅致诗会的林小姐，会是一个懂得透过表象看灵魂的奇女子，看来是我高估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何为高贵，何为低贱？王公子说我是商贾，是下等，可敢问王公子，你身上穿的丝绸，你手里拿的折扇，哪一样不是商贾制造贩卖的？你一边用着商贾的心血，一边骂个商贾下贱，这便是你读的圣贤书。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你强词夺理！林小姐，世人皆被表象所迷，牡丹虽美，需扎根于肮脏的泥土；猪肉虽被世俗鄙夷，难道它生来就该比牛羊低贱吗？不，低贱的不是猪肉，而是世人那颗被阶级、被偏见紧紧束缚的心。皮囊分贵贱，灵魂本平等，万物皆有其味。懂它的人才能尝出其中的乾坤。真正的风雅，不是方从大众去厌恶，而是敢于打破世俗的偏见，做那个独具慧眼的伯乐。皮囊分贵贱，灵魂本平等，打破世俗的偏见。好，说得太好了，公子大才，小女子受教了。林小姐，你别被他骗了，他今天来就是想卖那臭烘烘的猪肉的，那东西吃不得啊！王公子说的对，我今日确实带了一道菜来，但我这道菜不卖。不卖？此菜名为灵魂之气，是我妹妹历经749道工艺捧制而成。她只赠予那些不惧世俗眼光、拥有高贵独立灵魂的真正雅士。若是满脑子偏见之徒，就算出千金，我也绝不让他碰一滴汤汁。这真的是猪肉？为何没有一丝腥臊？林小姐，这世俗的樊笼，你敢破吗？没有腥臊，没有干柴，太好吃了！我活了16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这哪里是猪肉，这简直是龙肉！云公子，我还要，全给我！我也要打破世俗的偏见。林姐姐，给我留一块！让开，让开！我的灵魂最独立，让我先吃！云公子，这灵魂之气还有多少？我全包了，立刻给我送府上去。林小姐，此等绝世美味，制作工艺极其繁琐，我妹妹每日不眠不休，也只能做出50份。今日的试吃已经全在这儿了。那怎么行？我才吃了1口。明日我派丫鬟去买。可是对面的聚财楼造谣生事，镇上的俗人皆骂我云家卖的是下贱秽物，我怕脏了各位小姐的眼。谁敢说他下贱？从今天起，这灵魂之气就是我林如雪最爱的高雅之物，我看谁敢多嘴。云公子，明日50份，我全要了。好，不过由于工序复杂，从明日起，这套餐标价50文一份。云记饭馆每日限量50，先到先得。50文算什么？500文我也买。哎呦喂，一大早又在煮你们那臭烘烘的猪肉呢。云掌柜，昨天1碗都没卖出去吧？
今天还煮？真打算留着过年啊？这不是县令府和主簿家的马车吗？怎么跑到这破地方来了？云公子，红烧肉，快给我来10份！不，把你们锅里的全给我包了！林姐姐，你休想独吞！云掌柜，给我来5份，不是问题，快上肉！我昨晚馋的半宿没睡着。林小姐，你疯了吗？那是猪肉啊！快来我们聚餐楼，我们有上好的。走开！什么猪肉？这是灵魂之气，是你这种满身铜臭、充满偏见的下等人永远吃不懂的高雅艺术。县令千金居然抢着吃猪肉，还叫他高雅艺术，连贵人都如此推崇，难道真的是我们不识货？这猪肉当真是无上美味。闺女，这帮老百姓的眼神不对劲儿啊，像饿狼似的。爸，这就叫羊群效应和权威背书。在阶级社会里，底层百姓最缺乏的就是判断，他们极度渴望向上攀附，只要贵族带头吃，哪怕是不好吃的，他们也会觉得那是香的。更何况，咱们的肉是真的香。掌柜的，给小生来一份，小生也要追求灵魂的平等。我也要，给我来一碗，别挤啊，50文就50文。完了，我的客人都跑了。姓钱的，你给我出来！这几天低价卖肉，亏得账上没钱了吧？赶紧把欠老子的50两肉钱结了，不然今天拆了你的店！还有我的30两面钱，昨天进货连1文钱定金都掏不出，今天不给钱，老子拉你见官！宽限几天啊？我账上真的一滴都没有了，全贴进价格战里了。没钱，老子自己动手搬！没有核心技术壁垒的价格战就是找死。1份红烧肉，不加饭。好绝的气质，这挺拔的姿态，绝不是普通书生。好嘞，客官稍等。本官堂堂大理寺卿，为了暗查清水镇贪腐，竟沦落到吃这点贱民肉。若非这香味实在不宜，本官绝不会吞。火候稍轻，勉强入口。这人有病吧？碗底都让他用舌头舔干净了，还在这装大尾巴狼。装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大肥羊上钩了。闺女，你要的生化武器我弄来了，屠户老王死活不要钱，说我帮他倒垃圾，硬塞给我2文钱辛苦费。老云，你是不是疯了？这大厂里还有没消化完的脏东西呢，这腰子也是一股尿骚味儿，这种下脚料狗都不吃，你弄回来砸咱们家招牌啊！妈，红烧肉50文1份，那叫高端市场，但咱们要真正垄断餐饮业，就必须拿下底层的平民百姓。今天我要开启猪肉衍生宇宙。想法是好的，但你要是不能把这堆生化处理干净，我立刻搬出去住。切，你就且看好吧你！清洗肥肠的核心是物理摩擦和渗透压。嘿，这面粉把粘液全吸住了。最后一步，酸碱中和，遇到醋酸瞬间发生中和反应，生成无臭无味的盐和水，一点怪味都不会留。神了，真的一点味都没了，反而透着股清香。接下来是腰花，腰子的尿骚味99%来源于它，剩余必须一刀剔净，一点肉渣都不能连着。哥，看我的麦穗刀法，切花刀能让腰花在爆炒时瞬间让表面蛋白质变性锁水，达到极度脆嫩的口感。那这桶猪血呢？都不敢吃。上温盐水，盐离子会破坏血液中蛋白质的胶体稳定性，让蛋白质分子重新抱提结块。只需1刻钟，这桶新抽的血水就会变成比豆腐还要嫩滑的血旺。
昨天的红烧肉实在令人惊艳，不知今日这小店又有何等手段。本官只是为了查案，绝不是嘴馋。今日有什么新菜？挑拿手的上。客官，今日推出平民至尊套餐红油肥肠面，配火爆腰花，保证你吃的满头大汗，欲罢不能。端上来。猪大肠，我竟敢给我吃猪大肠！怎么，这位公子不敢吃？不敢吃就算了，我端给别人，这可是镇上抢都抢不到的绝味。笑话，这世上就没有我不敢吃的东西。大肠处理的尚可，但辣味过重，勉强果腹罢了。哼，吃的碗都快被他盘包汁了，嘴还这么硬。这人浑身上下就剩下这张嘴是金刚石做的了。别管他，只要钱给够就行。老板娘，再来一份肥肠。腰花，我的腰花好了没？岂有此理！自从那云家开始卖什么下水，我肉铺里的精肉全都卖不动了，那些泥腿子全跑去吃大肠了。不仅是你，李老板的面坊，张老板的油铺，生意全被他们垄断了。既然他们断我们的财路，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会长，您的意思是，从明天起，整个清水镇，甚至是周边3个县，谁都不许卖给云家东西。我要让他们全家在商会门口求我。这帮孙子玩阴的！老云，肉呢？下水呢？外面排队的人都快把街口堵死了。你这空手回来，咱们今天卖什么？镇西商会发了话，联合了周边3个县的肉铺、油铺和面铺，对咱们云记进行全面封杀。我跑去临县，那边的商贩一听我是云记的，直接关门放狗。垄断供应链，切断源头。这帮古人虽然没学过现代商战，但卡脖子的手段倒是玩得挺溜。古代物流极其落后，没有冷链运输，我们不可能去更远的地方进鲜肉。如果停业3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客源就会全部流失。商会的目的就达到了。那可怎么办？咱们现在虽然赚了点钱，但跟那帮地头蛇硬碰硬，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要不咱们去服个软儿？服软？我云建国干了30年肉类加工厂厂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被几个卖猎肉的古代人逼得下跪？做梦！他们不卖，行，那我们就自己养。闺女，拿钱！你爹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农研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云老爷，您真要盘下我这猪场？不是我骗您，这猪肉贱，这群畜生又只吃不长肉，一天到晚臭气熏天，养他们就是个赔钱货。猪场我买了，连着10几头成猪，30头小猪仔，外加这块地，一共20两银子，签契约吧。好，老爷大恩呐！爸，就算你现在开始养，猪出栏最快也要几个月。我们明天卖什么？而且这臭味简直是生化危机。谁说我要等几个月？这10几头成猪今天就能杀。至于味道，今天爹就给你们上一堂现代兽医学。儿子，下来按住他！爸，你这也太残暴了！完成。那圈里这10几头成年猪怎么办？他们的肉已经有味儿了。
成年猪肉的腥味儿交给你去处理。哈哈哈！王屠户，看到了吧？这就是跟我们商会作对的下场。断了他们的粮草，我看他们还拿什么熬红烧肉？会长英明，云家那个老东西，昨天居然跑去城郊买了个破猪场，说要自己养猪，真是笑掉大牙了。等他的猪这云记饭馆，早就连骨头渣都不剩了。云掌柜，开门啊！实在揭不开锅，就出来给老夫磕3个响头，把你们的秘方交出来，老夫赏你们一口饭吃。磕头！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想卡我的脖子，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干了多少年的营生？会长大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从今天起，云记红烧肉产量翻倍，价格减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整个清水镇的肉铺都被我封死了，你们就算去城郊买猪，也不可能一晚上就弄出这么多肉啊！老头，现代农业的效率岂是你这井底之蛙能懂的？会长，这味道怎么一点骚味都没有？反而香的邪门，邪门，太邪门了！各位街坊，今天起红烧肉统统半价，10文钱一份，先到先得。起开，别挡着我买肉！10文钱的红烧肉，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吃！云掌柜才是活菩萨，给我来3份！冲啊，抢肉啊！反了，你们全反了！完了，我的肉铺彻底完了，卖光了！姓王的，你的猪肉卖不出去了吧？商会给你补贴吗？云老爷，我错了，我圈里还有10几头猪，再卖不出去我就得倾家荡产了。您行行好收了吧。平时200文一头的猪，我现在只出20文，卖我就拉走，不卖你就留着自己吃。卖，我卖。想搞垄断，那我们就反向收购，让你知道什么叫资本的降维打击。老云，咱们今天把镇上的市场彻底垄断了，光这半个月咱们就赚了整整800两白银，咱们是个水镇首富了。王屠户现在每天乖乖给我送猪草，这日子舒坦。舒坦什么？这清水镇的池塘太小了，装不下我们云家这条龙。恩科乡试录取文书，哥，你要进京赶考了？对，大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京城，那里的达官贵人有的是钱，有的是更高级的偏见。妹妹，敢不敢跟我去京城，用你的红烧肉去扇满朝文武的脸？有何不敢？收拾东西，全家进京！我要让大朝国的皇帝都跪着求我给他做顿猪油蛋饭。云老爷，这酒楼原来叫醉仙居，地段是极好的。在3年前老板上吊后，这里就闹鬼。你一家子真要买这凶宅？老云，咱们虽然在清水镇赚了800两，但也不能为了贪便宜，连命都不要啊！这阴气森森的，我心慌。妈，京城东市寸土寸金，这种规模的3层酒楼，正常市价至少3000两。你们开价多少？500两。要是今天能定，300两也行。300两，老云，我觉得这鬼也不是不能沟通。妈呀，鬼母显灵了！我不卖了！哼，我杀了一辈子猪，一身煞气，管他什么孤魂野鬼，今天我超度了他。爸，把刀放下，别丢了咱们现代人的脸。这算哪门子的鬼？看来前任老板不仅上吊了，还喜欢在楼里乱扔厨余垃圾。妈，别怕，这叫灵火自燃。动物骨骼里含有大量的磷酸钙，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经过微生物分解，会产生一种叫磷化氢的气体。磷化氢的燃点极低，在常温下遇到空气就会瞬间发生氧化反应，自动燃烧，发出蓝绿色的冷光，而且它很轻，随着微风飘动，这就是所谓的灵火跟人跑，纯粹的化学现象。
原来是骨头成精，呸，是化学反应。那这鬼哭狼嚎的声音怎么解释？老婆，你来听，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完美的亥姆霍兹共振，这柱子被虫药空了，形成了一个空腔。当外面的穿堂风以特定角度吹过这个破洞时，空腔内的空气受到压缩和膨胀，产生强烈的低频声波共振。破除迷信的方法很简单，改变共振气箱结构。很好，化学和物理帮我们省了2700两白银。这栋楼我们云家拿下了。那张桌子再往右边移3寸。是我世界，为你维持这一切，想跟你度过1000里。谁是这儿的掌柜？踹坏一扇紫檀放门，赔银50两。少1分，今天你走不出这大门。外乡来的土包子挺狂啊！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天子脚下，在京城开的酒楼。拜过我们京城餐饮商会的码头了吗？怎么，京城的行会也喜欢收保护费？保护费？哼！我们行会可不做那种下作事儿。不过京城规矩森严，所有高端酒楼的全部由行会统一定价调拨。想在京城立足，先把这入会费500两交了，否则我保证你们云记在京城买不到任何东西。500两？你怎么不去抢？我们在清水镇自己买肉，凭什么到了京城要受你们剥削？乡下地方岂能和京城相提并论？京城的达官贵人只吃牛羊海味，没有这些高端食材，你们开什么酒楼？等着关门喝西北风吧！你找死！你敢撕行会的契约，你们一辈子都别想拿到牛羊肉了！谁稀罕你们的牛羊肉？你们弄这种下贱的会务干什么？这里可是京城。京城又如何？今天我就教教你们京城行回，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赵管事，疯了！真是一群乡巴佬，在京城卖猪下水，你们就等着肉烂在锅里，关门大吉吧！闺女，咱们刚来京城，这把本地势力得罪了。京城人金贵，连猪肉都不碰，这大肠他们能吃吗？怕什么？在清水镇的时候，这帮古人不是一样不吃猪肉，最后还不是排着队买？闺女，你说怎么整？爹给你打下手。妈，京城人吃惯了山珍海味，口味刁钻，所以咱们不能做普通大肠。今天我要做一道鲁菜中的绝顶巅峰，让这帮京城的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顶级料理——九转大肠。各位公子，你们看对面那家新开的云记，掌柜是个疯子，居然在京城卖猪下水。哼，我看今天连个乞丐都不会上门，真是晦气！这种污秽之物也敢拿来开店，京兆尹怎么不管管？这是什么味道？怎么如此奇香突鼻？赵管事，你不是说他们卖的是秽物吗？不可能，猪下水怎么可能这么香？一定是他们用了什么障眼法。香是真香，可那毕竟是装大粪的肠子啊！是啊，谁敢吃啊？吃一口得被人笑话一辈子。把你这熏彻整条街的新菜端上来。
哟，这不是清水镇那位连汤底都要舔干净的傲娇兄吗？怎么，到了京城换了身行头，又来给我们当秃根了？今日恰巧路过，刚好腹中饥饿，若菜难吃，我便砸了你们这招牌。客官，九转大肠，这次你要是再吃的光盘，可得承认本姑娘的手艺了吧？虚有其表罢了。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味的食物？这哪里是猪下水，这简直是龙肝凤髓。这位公子，你别被他们骗了，这可是最下贱的猪大肠啊！快吐出来！我走。赵管事，那是当朝大理寺卿顾大人啊！大理寺卿！我的天，当朝三品大员居然在当街狂吃猪大肠！看来这京城鄙视链的顶端，今天是被我这盘猪下水彻底击穿了。连大理寺卿顾大人都抢着吃，这大肠绝对是仙丹！掌柜的，给我来一份儿！别急，我出双倍价钱。我今天要用九转大肠宴请贵客。大肠虽然好卖，但端出去没一会儿就结白油了。古人吃饭讲究分餐制，一人一个小暗记。凉得太快了！爸，天气冷，正是咱们推出终极社交合文器的最佳时机。各位贵客，天寒地冻，围炉聚饮乃是人生一大快事。云记今日首推太极火锅，打破分餐制，大家同吃一锅，吃的是一个人情世故。这怎么吃啊？烫熟即食，鲜嫩无比。不过，由于火锅底料熬制极其耗费心血，所以此菜不接待散客。不接待散客，那我们怎么吃？云记从今日起推出 VIP 至尊会员卡，预存50两白银即可获得这张木牌。持此牌者，不仅随时能吃火锅，预存50两，我们还在账上给您送10两，这叫充值返现。这简直是白送钱啊！给我办一张，不，办2张。产能过剩，平效见顶。我们的厨房还能做，但就餐空间已经锁死了我们的营业额上限。谁说吃饭就一定要在店里吃？既然他们进不来，那我们就把饭菜给他们送上门。送上门？京城这么大，等咱们伙计跑土送过去，那红烧肉上的油都结成白霜了，狗都不吃。所以，我们需要组建一支古代版的极速物流，并打造绝对硬核的物理保温汤。闺女，你让我打着双层木箱就算了，这中间留这么宽的缝隙干嘛？还让我去到处搜集锯末和鸭毛。老云，儿子这招太狠了，咱们一盘肉还没卖，账上就已经多了几千两现银了。有了这些钱，咱们明天就能去把京城最大的酒盘盘下来。顾大人，要是觉得辣，可以涮旁边的白汤。谁说我怕辣？此等微末馨香，不过是给本官提神罢了。哎呀，弄脏了，我帮你擦擦。他竟敢主动碰我！她一个商人之女，为何要对我如此殷勤？难道她早就对本官暗生情塞？这火锅也是故意为了吸引我的注意？顾大人，你脸怎么这么红？被辣到了？情理自重。是人
吃错药了吧？我让自重什么了？预存50两送10两。大人，您从中午跑过来到现在，滴水未进，要不属下去给您买只烧鸡？烧鸡？那种柴如木屑、毫无油脂香气的东西，也配入本官的口？不吃。那要不去云记酒楼打包一份红油火锅？闭嘴！谁要去那家黑店？那个云禾，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可是大人，我看人家云姑娘当时只是想帮您擦油渍啊，你懂什么？她那叫欲擒故纵。本官阅人无数，这等跌劣的手段一眼便能看穿，我是绝对不会再去。大半夜的，你在这儿切这块像黑炭一样的干肉干嘛？还有你旁边那个笼草，一股死鱼腥味，你要谋杀亲哥啊？哥，这叫腊肉，还有这草叫是折耳根，我要用这做到折耳根炒腊肉，去治治那位大理寺卿的矫情病。人家可是3品大员，你拿着发霉的肉和发腥的草去糊弄他，不怕他诛你9族？发霉，这是时间的沉淀，好吗？这是现代西南地区的美食灰武器，这在现代药理学里是顶级的天然抗生素，清热解毒。最神奇的化学反应来了！这玩意儿闻起来居然还挺香的。这是什么气味？云禾，你居然在后厨熬煮毒药！哟，这不是大半夜不走正门，翻我云记酒楼的窗户，不知道的还以为顾大人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呢。一派胡言！本官只是夜巡京城，恰好路过，顺便来看看你这黑店有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夜巡京城需要爬窗户？大人，您肚子刚才叫的声音，比外面的打更声都响。顾大人，收起你的脑补大戏吧，我对你的美色没兴趣，我只对你的权力有兴趣。这是一场公平的商业投资，明白？想让本官做你的靠山，就拿这种闻起来像死鱼一样的怪草来贿赂本官，简直是荒谬。怎么，堂堂大理寺卿，连尝试新鲜事物的胆量都没有？笑话！本官连刀子都不怕，还会怕一盘草？大人，这毒药味道如何？此等山野杂草，勉强能入本官的眼。既然云姑娘有心投诚，本官便勉为其难，护你云记在京城周全。明日把这草少放点辣椒。什么高冷拳拳，还不是被我一把折耳根拿捏的死死的。老于，你去跟外面的人说，今天没号了，这大堂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了，总不能让他们端着锅去大街上吃吧？老婆，外面那些可都是挥舞着银票的京城权贵啊，赶走他们，那不是把白花花的银子往水里扔吗？我心疼啊！爸，传导、对流和辐射，木头本身就是热的不良导体，但在木板之间，空气一旦流动就会带走热量，所以我用锯末和鹅毛填满夹层，利用鹅毛的蓬松结构，把空气死死锁在里面。我敢保证，这箱子里的菜，就算在下雪的京城跑上1个时辰，拿出来依然是烫嘴的。箱子有了，
可谁去送？咱们店里的伙计连端盘子都忙不过来，去哪儿找那么多跑腿的？这京城里什么人最多？最熟悉大街小巷，跑得最快，而且人力成本最低。丐帮，我怎么没想到？云老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来这叫花子窝干什么？我们可没钱去吃你的天价火锅。老人家，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送一场泼天的富贵。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云记的专属配送骑手。骑手？哎呀，就是跑腿送饭。以后我们云记提供保温箱和饭菜，你们负责送到客人家里，每送一单，云记给你们提成5文钱。多劳多得，上不封顶。5文钱，送一趟就给5文钱，那我一天跑10趟，岂不是能买2个大肉包子？不仅如此，凡是加入饿得快的骑手，包吃包住。每天中午，云记的红烧肉拌饭。管饱。云老板，哦不，云东家，从今天起，京城丐帮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哪怕是下刀子，饭菜也绝对给您准时送到。红油火锅来喽！红油火锅来喽！废物！让你们早点去占座，居然连个火锅底料都没闻到！老爷，来了来了，云记的饭菜送上门了。送上门？这大冷天的，送过来不全成冰渣子了？这怎么可能？在路上跑了半个时辰，这锅竟然还是沸腾的。回大人，云记饿得快，采用绝密物理保温阵法，承诺菜品送达绝对烫嘴。大人，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好评哦。好评，好评，好评，绝对好评，重重有赏。该死的云记，弄了个什么外卖，把咱们的高端客源全抢光了。现在连尚书府都不定咱们的宴席了。掌柜的息怒，外卖虽好，但路上却是个大破绽。那些送饭的，不过是些要钱不要命的叫花子。你的意思是，找几个人，在半路拦下那些黄马甲，偷偷在他们的饭菜里加点料，比如掺入容易闹肚子的巴豆。只要尚书大人吃出了毛病，云记就是谋害朝廷命官、满门抄斩的大罪。好，就这么办。你这锅里煮的什么生化武器？一股子腥味儿。哥，外卖行业最大的痛点是什么？是运输途中的信任危机。饭菜脱离了我们的视线，谁知道中途会不会有人私自拆开餐盒动手脚？这锅是防小人的终极封印。就靠这几针破纸，
这可不是普通的宣纸。看好了，这种混合胶水在冷却风干后，绝对无法完整复原，哪怕错位1毫米，印章的纹路对不上，就是被动过手脚。防伪贴纸古代版，绝了！别动！糟了，封条碎了。顾大人，今日您大驾光临，下官特意订了云记的红油火锅，咱们边吃边聊案情。尚书大人客气了，本官只是例行公事，对口腹之欲并无。尚书大人，顾大人，千万别吃，那火锅里被掺了东西。你说什么？小人亲眼所见，云记酒楼心黑手辣，为了逼倒同行，竟然用病死的猪肉熬汤，里面还掺了巴豆粉。小人为了大人们的安危，特来举报。云掌柜，有人举报你投毒谋害朝廷命官，你作何解释？投毒？顾大人，断案讲究证据，这食盒，尚书大人您还没打开吧？证据就在里面，大人们只要用银针一试，便知真假。来人！慢着，顾大人，尚书大人，请看这里，我云记出餐，每份外卖皆贴有特制的封条，此封条非暴力不可破坏，一旦开启，纸张必碎，绝无复原可能。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一张破纸能说明什么？说明这食盒在离开我云记后，到达尚书府前，被人中途恶意打开过。这位掌柜，你说你亲眼看到我们放东西，那你怎么不直接在店里抓我们，非要等外卖送到尚书府才跳出来？还有，你是怎么未卜先知，知道里面下的刚好是巴豆粉的？我猜的。一派胡言！来人，把这食盒里的汤汁拿去验。果然是巴豆粉。构陷同行，谋害朝廷命官，罪加一等，拖下去，打入大理寺死牢犯。顾大人饶命啊！我只是一时糊涂啊！云掌柜，我错了。顾大人饶命啊！我只是一时糊涂啊！云掌柜，我错了。商战就商战，玩投毒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今天这堂防伪公关课全当免费教你了。云掌柜防微杜全，心思缜密，勉强算个聪明人。不过，本官今日的午膳被这蠢货毁了，你打算如何赔偿？大人放心，知道您爱吃折耳根，我特意给您留了一份没下毒的，在云记护厨给您热着呢。带路。废物，简直是废物！聚仙阁的掌柜竟然因为这点小事就栽了，还把行会供了出来。会长，那云记的防伪封天确实毒了，咱们以后再想动手脚，怕是比登天还难。会长，那丫头确实邪门，我有一计，只要咱们放出风声，就说云记后厨污水横流，吃得不干净。长此以往，那些高门大户绝对会敬而远之。好计，立刻安排，散布出去。
我要在3天后的大理寺百官宴上，让云际彻底身败名落。福叔，你这又是在搞什么？怎么连这些破烂瓦罐都搬进来了？哥，行会那帮人想用舆论压死咱们，觉得咱们下脚料做的东西上不了台面。行，今天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分子级进化。爸，快把那些刚收集来的猪油渣给我拿来，用这滤出来的油比皇宫里的还要纯净。厉害！用纯净油脂去炒那些最廉价的食材，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如此，今天咱们不卖火锅，咱们直接做9宫格极品猪油堡。我要用这股极致的纯净香气征服那些挑剔的舌头。准备好了吗？只要这味道稍微带点膻味儿，立刻就给我闹！这就是你们今天准备的菜肴。各位大人，今日这道菜名曰9味乾坤，用的是最常见的猪油渣与大肠，但却用了极致的物理过滤技术。若是味道有半点不妥，云掌柜，这京城的规矩，你懂的。顾大人，请品鉴。这怎么可能？我的天，这就是猪下水？为何竟有种如同雪花牛油般的滑嫩与细腻？这9味乾坤，足以载入京城食单。真是大人，这还只是开始。废物，都是废物！几十个商户联手，竟然被一个云记酒楼给搞垮了。放出消息说云记暗中大肆抵押酒楼地产，其实已经资金链断裂，即将倒闭。是。云掌柜，京城流言四起，说你们云记为了周转，已经把酒楼抵押给了当铺，马上要卷钱跑路了。现在门口全是闹着要退卡。糟了，这是要搞挤兑啊！一旦会员们集体来退卡，咱们哪有那么多现银退给他们？这店肯定得炸！挤兑，这可是现代银行玩烂的招戏。他们想用谣言逼死我们，那我们就教他们什么叫信用扩张。去告诉所有人，云记不仅不倒闭，反而要搞会员升级礼。这时候还花钱？不是花钱，是借力打力。我刚才算了，咱们账上的预存金有3000两，但咱们每天的实际运营成本不到50两。各位会员，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云记决定推出股东分红礼。即日起，凡是会员可以将预存金额转化为云记商号股份，以后每个月的盈利，各位都能按比例分红。不错，这叫债务转股权。你们是相信谣言退那点可怜的佣金，还是相信咱们云记能让这笔钱翻着跟头往上涨？各位，若是想要退款的，云记绝不阻拦。别信他们，这都是假象，他们根本没钱。大家快回去，他就干出吃了庄吧，关我什么？谁在妖言惑真？聚仙阁掌柜构陷不成，现在又轮到你们行会的人来闹事。云记若有亏空，本官的大理寺第一个来查。你有什么证据？顾大人，他没证据，但他有动机。这是我们的账本，请顾大人您带回去帮咱们审计一下，顺便查查这行会到底有多少偷税漏税的黑账。
既然云掌柜有此清白，本官自当秉公执法。今天的汤底似乎比昨天淡了些。多谢顾大人指导，明天保证让您的味蕾再跳个舞。这大理寺卿，我看是离不开咱们的火锅，也离不开咱们这位云大掌柜了。哥，京城的贵族圈子，咱们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接下来就要建立咱们自己的供应链。没问题，只要这群古人还想吃饭，云家这旗号就倒不了。把这地窖里的宝贝全烧了，看那丫头还怎么嚣张！等你们很久了，这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云记是靠技术，不是靠你们这帮跳梁小丑能毁掉的。送去大理寺，让顾大人审审看，这幕后黑手到底是哪位贵人？顾大人，审出什么了？这帮刺客嘴硬吗？这帮人是死士，只认主子不认命，什么都问不出来。哦，嘴硬是吗？看我的！你这又是何种偏门奇术？这叫神经动力学干预，不到3秒，他就会全招。我说是户部尚书府的陈管家，他给了我们500两，让我们烧毁云记的酱油作坊，阻止云记进入供采购清单。立刻拿人！顾大人，这个结果足以扳倒尚书府了吧？尚书府背后牵扯着当朝太师，云禾，你卷进来的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闺女，那尚书府还没倒呢，你这怎么又在鼓闹这些瓶瓶罐罐了？爸，太师府绝不会坐以待毙，我得提前做准备。未雨绸缪，妹妹，你这心思比当朝的那些老狐狸还要缜密。奉太师令，云记酒楼私藏违禁药品，且涉嫌通过化学手段谋害朝廷命官，封电。违禁药品？你是说我用来防腐的食品级添加剂，还是用来净化水源的过滤碳？哼，别废话，带走！我看谁敢动！尚书府陈管家已供出太师指使投毒，今日云记不仅不能封，云掌柜还要作为此案的证人，随本官进宫面圣。这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回去告诉你们太师，这局棋他输了。京城的风向从这一刻开始彻底改了。走吧，去见见那位想吃你做的猪油午饭的皇帝。那得看顾大人有没有本事在宫里给我撑腰了。本官自有分寸。别动，谁都不准清理。掌柜的，我不是故意的，这就扫了。不对，这味道不是咱们的陈牌豆酱。怎么回事？大人，这酱里有剧毒，有苦西茸的苦涩余味，且酸碱值不对，呈现明显的强碱性。这是有人在大理寺送去的样本里动了手脚。全店封锁，所有人原地蹲下，不准任何人离开。他还没付账。刚才我看到他往店外扔了一小块深色的东西。是强力氧化剂，他们想借着酱料的掩护，在大理寺的宴席上集体投毒，最后再栽赃到咱们这批发酵酱料身上。好一招借刀杀人！云禾，把所有外卖封条立刻销毁，立刻！全员撤离后厨，带上所有发酵剂料。咱们现在就去见皇帝。
既然他们想玩灭门，那咱们就直接把这锅给掀了。母亲，这一出大戏又要闹哪样？陛下，太师府勾结死士，企图利用云际的酱料，在百官宴上集体投毒，嫁祸皇室。陛下，此女不过是个市井厨娘，这毒药定是她贼喊捉贼。太师大人，贼喊捉贼！您那府里的陈管家已经招了，这瓶化学毒剂含有未提纯的氰化的假衍生物，只有掌控矿产资源的太师府才能批量弄到这种强碱性剧毒。我一个开酒楼的怎么弄？变出来的吗？此为何物？陛下，这是禽类剧毒，只需一滴入水，百官必死，且其遇酸则剧烈挥发。这伪装者原本想趁着我送餐时，将它混入云际的坛子里，幸好我们的封条碎了，让我察觉到了酸碱度异常。陛下，若不是云掌柜当场以醋液测出强碱成分，今日百官宴便是大朝国的忌日。你竟敢毒害朕的百官！陛下，这是栽赃，这毒药根本证明不了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好一个太师，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玩化学手段，故意立刻封锁太师府，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过。微臣遵旨。结束了，还没完。太师倒了，但这京城的局势才刚刚开始洗牌。大人，这局咱们赢了。云禾，你不仅赢了太师，你还……妹妹，账本算出来了。这一波，咱们不仅赚了太师府所有的家产，连京城的粮食进口权，皇上都特批给咱们了。发财啦！走，回酒楼，今天咱们做满汉全席。本官饿了。顾大人，要是待会儿没吃出5星好评，小心我扣你会员卡。只要是你的菜，本官永远给好评。闺女，太师府的家产清算完了，皇上御赐了咱们一块天下第一仙的匾额，咱们现在在京城算是真正立住了。爸，别得意太早。太师这一刀，今晚要做成水晶龙肠，到给顾大人当做今晚的私人定制。妹妹，京城各路权贵都来送礼了。这不仅是饭局，更是一场关于朝堂战队的鸿门宴。你确定今晚还要继续出新菜？不仅要出，还要出个大的。爸，把那堆从太师府搜出来的贡子级牛髓拿来。今晚我要做一套分子美食学巅峰流沙牛髓羹。顾大人，太师府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不知皇上后续对那些旧部……尚书大人，这水晶龙肠口感不错。大人，这道羹乃是今日特制，名为破局。这口感为何如此绵密，简直如同云雾一般？因为每一口都是对食材结构的重组，就像这京城的局势，结构变了，味道自然就变了。尚书大人，云掌柜的意思就是本官的意思。从今天起，云记的供货渠道，谁敢伸手，就是跟本官过不去。顾大人，您的碗空了。再来一碗。今晚本官不想查案，只想再吃点你的破局。管够。今夜承蒙二位盛情款待，老夫就此告辞。大人客气。夜深风凉，咱们也回吧。好。云禾，太师一倒，朝中空缺了10几位关键位置，
你若此时想入局，我可以向陛下请旨，封你为十官，专管皇家审批。十官，顾大人，你还是太小看我了。我要的不是给皇家做饭，我要的是垄断大朝国的整个食品工业。你看着，不出半年，我就能把京城的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云记的原材料加工车间，真空包装、标准化调料、连锁加盟。这些概念一旦铺开，大朝国百姓的餐桌就得姓云。你这女人真是个十足的野心家。不过，既然你想把天下人都关进你的餐桌规则，那作为你的头号投资人，我是不是该索要一点特殊的利息？利息？顾大人，你那500两入会费早就花完了，现在想续费，恐怕得加倍。加倍，没问题。整座大理寺的粮仓，再加上本官的一辈子，够不够买断你以后所有的私人定制？牛哥，牛哥不够了，赶紧去给顾大人加餐。求菩萨保佑我俩。没想到，真让这丫头把这大昭国给煮了。天下大事，终归还是掌握在真理和美味手中。妹妹，下一站是不是该去大洋彼岸，把大朝国的火锅卖给那些蛮夷了？蛮夷？不，我们要搞的是全球贸易。云记物流舰队起航！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原材料都变成云记的商品。顾大人，这场仗我们要打一辈子吗？这不仅仅是一场仗，云鹤，这是一场关于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机智游戏。